你有没有觉得2020年过得特别快？好像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呢。最近和朋友吃饭或者聚会，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视频开场那一句话：2020年为什么过得这么快？我们一开始计划做2020年年终总结的时候，和去年一样，想了很多酷炫的开场，写好了脚本。当我们把所有的素材堆砌到剪辑软件里面，准备开始剪辑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就无从下手了。和很多创作者一样，2020年改变了我们创作内容的方式，2020年也同样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状态、心态以及生活节奏，这让我们陷入了一种思考：2020年这支视频究竟该怎么剪？我反反复复地看了这一年以来拍摄的画面，硬盘里的素材也大多都和疫情有关。这一年的进度条似乎快到刚刚登场准备表演，就已经要谢幕演讲了，也不由得想问自己一句：所以我们2020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？热闹晚会、旅行与美景是2019年的我对下一年的憧憬。对很多身处海外的我们来说，过完了提心吊胆的新年，便开始了一场极为漫长的战役。封城，餐厅关闭，很多人失业。这个时候的我们都在说，整个世界被按下了暂停键。而其实，真正等待我们的是一场漫长的与时间和自己抗衡的新阶段。没有了忙碌、旅行、上学和聚会，我们没有任何时候比这一年更渴望出门。在这日复一日的阶段里，日子开始变得平淡又平凡。2020年，我开始接受平静温和的日子，我开始重新定义平凡这个词语。澳洲这2天的当然，在这平凡的日子里，也有过一些不太平凡的闪光点。这一年，我尝试记录海外疫情，和很多在澳博主一起为所有的海外华人和中国加油共勉。因为帮助了很多困难时期的海外华人商家而受到他们的感谢，我开始尝试做好物推荐，让大家也能跟着我一起吃吃喝喝，开心地度过这些困难的日子。2020年让我明白，追逐远方，去很多地方，有很大的成就，都不及平凡和陪伴来的重要。更多人没有看见的平凡时刻，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。以前匆忙赶路的我们，错过了很多琐碎又珍贵的时光。2020年并没有被按下任何按钮，时间也并没有为谁停滞过。那些流逝的日子教会我要学会珍惜，要善待自己，要做自己想做和热爱的事情，也要好好用心感受整个世界。家门口的薰衣草花田好像开得比去年更好了。今年的秋天，我第一次见证了南半球的金色落叶，太美了。前不久去爬了一座山，在山上看过了一场难忘的日落。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，你会发现2020年还是有很多收获的。在家陪伴家人的时间变多了，在家办公或在家学习其实效率会更高。忙碌惯的我们也终有一些时间可以停下来审视一下自己，向内输入的过程会远远大于向外输出的过程，这就是一种收获。也许是我们在家时间变久了，所以大脑会欺骗我们对时间的感知，你会觉得时间在飞快的流逝。但是仔细的想一想，这2020年我们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。对于我来说，2020年我还是沉淀和学习了很多东西的。我们剪完了因为之前一直忙碌而没有剪辑的西澳的旅拍视频，我看了好几本自己想看很久但是没有时间看的书。阿超换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，他有在继续读博。现在回头来想一想，其实过得还是挺充实的，也很感谢这一路以来支持我们的粉丝。
正是因为你们的每一份留言，每一份支持，支撑着我们度过了这一年，非常非常感谢。这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支视频，我们明年见。